怎么回事？有人打开了密道最后一道阵法，如何逃生？阵法一旦开启，便无人可逃出升天。江离还在里面呢，他帮了我们这么多，咱们恩将仇报是不是不太好？江离身为人族，不会真正代表灵族的利益，他迟早会背叛我们的。不如早日铲除后患，让他和碧霄宫的人一起死。 他们撑不了几时，此处炎咒结界最为薄弱，我们合力撕开它。哼，很好，待我们冲出结界，便从玄天门杀起。师兄，万仙阵结界几乎一毁，仅靠炎咒支撑，终会灵力耗尽。炎咒结界一破，便再也拦不住暗族了。莫想成败，守到最后一刻。是。 结界已破，杀出去！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昏迷中来书写漫天风雪，这凡尘的昏暗，一线划破日月。快跑！ 血逐渐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烈火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兴天下的真烈。为战胜不顾一切，这一场轮回下，难尽这一世化改变。不知是否有暗族从两界山逃出？ 玄星他们还在万仙阵，我们去与他们会合。嗯。怎么了？暗语有些不太对劲。哼，酷人。雪山，又是他，快走！ 你终于来了，阿朱。阿朱，是你吗，大哥哥？
不对，你不是大哥哥，你是谁？你忘了我，却又爱上我的一部分。这世间的事总是如此之巧，引人发笑。什么意思？当年我捡到你之时，已因补天而失去了全部的力量，甚至不能化为人形。日复一日，我以血魄灵力将你滋养，你借我之力复原，却在关键时刻背叛我，亲手将我送到了这里。还没睡啊？你一直没睡，是在担心我吗？你少自作多情。我们势不两立，要不是有一线牵，我巴不得早点摆脱你。你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容易死。那我就更不放心了。经过今日凤香那一炸，最好长生莲也死得透透的，这样你死了心，我也不用陪你继续耗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再试试。希望长生莲无恙，我们还能等到采得莲子的那一天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若你回不来呢？若是回不来，一线牵会自动消失，那时候你就自己回去吧。你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？别的我又不想听。我想那凤香既然已经陨落，这林中想必也没有什么危险。即便是有，我昨天也来过了，不差这一回。莫玄灵，一会儿要是遇到什么危险，你不必管我。那还用你说啊？不愧是长生莲，竟丝毫无损，甚至连周边的草木也恢复得如此之快。长生莲，长生莲，世间竟真有此物。凤香。尊者，你没事儿啊？你们是何人？我们昨日才见过，你不记得了？我还不至于连昨日的事情都不记得。长生莲，长生，你们是谁？是谁派来的？来此有何目的？难道凤香起死回生，与这长生莲有关？尊者，我们二人误入此地，不知那是何物。您方才说那是长生莲，能如此汲取天地之灵气，形成这无水之地，除了长生莲，不会再有其他。服下长生莲便可以长生吗？即使之前受过不可挽回的重伤，也可以复原。当然，
长生莲可以助人长生，何况只是皮肉之伤？尊者已是法相之身，法相巅峰，到达另一重境界。更何况，我时间也不多了。仙盟记载，当年暗族侵略人界，暗域的边境不断向人界推移。人族第一修士乾光君集结仙道万宗之力，结成仙盟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才设下万仙阵，隔绝了暗族入侵。尊者如今岁数不高，应还有数百年的寿元，是否是因为受过重伤，才导致寿元大减？猜得不错，但这些都跟你们没关系。我不知道你们为何误入此地，但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还是请回吧。可是此地灵力充沛，我们想在此修炼一番。那就去远一点的地方。我不喜欢不相干的人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是不是怀疑？不见了，凤香不见了。他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？这落雾山真是越来越诡异了。日落了，凤香若还在的话，周围的灵雾一定会随他波动。看来他已经不在此处了。但他一定还在不远的地方，这样，他才能明日一早来这里寻长生莲。要想弄清楚这一切，必须得找到他才行。也许在他夜间栖息之地，能找到莲心子。我去找凤香的气息，你回我们原来的山洞等我。哎，凭什么？我都在你身边跟了一天了，到了要揭秘的时候，你就翻脸不认人了？我的目力又不比你差。就算天黑，我也不怕。我是担心你担心什么啊？这事儿现在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是非知道不可。你休想将我排除在外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看看。
与凤香尊者常年相伴，两人一起除魔卫道，令暗族胆寒。然而两位巅峰法相却在设下万仙阵后相继消失，自此下落不明。曾有人传说，乾光居与凤香尊者相互爱慕，结成道侣，归隐山林。之后，便再也没有人见过两位尊者。我见到凤香尊者之后，心中便有此猜测，没想到，竟成了现实。已经6000年了。若不是你们出现，我都忘记今夕是何夕了。前辈，为何您与凤香尊者会被困在这落无山6000年？而且凤香尊者似乎进入一个循环，这都是因为长生莲的缘故吗？你的直觉很强，猜测已经是实。凤香每一日日出之时，都会在这里醒来。日落之时，又会失去所有的意识和记忆，回到这里，然后再从这里开始重复前一日。所以，他能活6000年。但这6000年，对他来说只有1日。这就是长生莲之长生吗？世人梦想长生，我所不用其极，但焉能不付出代价？我与凤香之前也曾遇到过一个前来抢夺混沌珠的邪修，那人看似年轻俊秀，却自称是修习了一门吸取他人神魂的邪术，才换取了长久之寿。世上竟有人为了混沌珠修习这等邪术，渴望通过长生莲实现长生，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的。当初凤香服下长生莲之后，并未获得长生，而是先进入了一个法禁之地。那里除了有一道漫长的高梯之外，别无他物。修道者神窍被封，必须以肉体之力硬扛住38000道罡风的吹袭，走到高梯尽头。修为在法相之下者，若是沾染一丝罡风，便会化为灰烬。纵然是法相，也要遭受凌迟之苦，最后才能得见轮境上神。轮境上神，他自称是神界司晨之神，已在那里守候了万年。他说他在等一个人，也许是人，也许不是。世上果真还有神族的存在，但我曾听得传说，万年前神族庇佑苍生，受苍生供奉膜拜。然而人皇昭明勾动人族心魔，攻上神界，遭到神族镇压。昭明沦为堕神，被镇于熔渊之下。暗族也自此诞生，神族因此厌弃了世人，从此世间再无神明庇佑。那为什么
还会有神族守在这世间呢？我见到他时，他神力非凡。若他不是神族，还会是什么？是他告诉我，凤香在此服下了长生莲，忍受千刀万剐之痛，才见到了他。轮镜上神称自己是个善良的神，无论是谁走到他面前，无论是谁走到本君面前，都可许下一个愿望，本君会帮他完成此愿。只是你该知道，天命自有定数，愿望若是超出本分，天命必会让他偿还，这便是愿望的代价。超出本分越多，代价越大，你可明白？我明白。或许可以长生久世，身心不老。你的愿望若实现，不论今后发生何事，都永不可将它撤回，所付出的代价也无法改变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自此之后，凤香的生命便永远停留在了那一日。轮镜上神的所在，只对一人开放一次，即便他日后吃再多的长生莲，也无补于事。长生久世本就是神族的权柄，是人族不该觊觎的奢望。这样的长生，便是一种惩罚，也是凤香所付出的代价。可乾光君也存在了6几年，所以你也向轮镜上神许愿了。你很聪明，不错。我在他离开的第2年，寻遍天下，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他。那时他已经陷入轮回，我曾试图带他离开，可只要这金乌一落下，他还是会回到这里。我也曾日复一日的在此陪伴了他100年36000多个日夜，可他每天醒来，记忆都会被重置，不再记得前一天的事。人族寿数有限，我的阳寿终会耗尽，我怕独留他一人孤零零的在这世上，于是我便在长生莲再度成熟时服下了它，终于见到了轮镜上神。100年之前，他和你一样来到这里，他许愿长生不老，我给他。可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那一日。这难道不是一种长生不老吗？他如愿以偿了。那么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能否让他摆脱这样的长生？已实现的愿望无法改变，否则本君岂不是失信于他？能否恢复他的记忆？那是司命上神的事了，他收去的代价不可能归还。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的愿望吧。本君没有太多的耐心。我愿与他生死相依，永不分离。可。凤香。凤香。从此，我变成了他的影子，在离他最近的地方，但他永远不会知道。乾光君与凤香尊者原是道侣吗？是我负了他。那些年，暗族在人界肆虐，我四处奔走，创建仙盟，便常听人提起凤香之名。
说他年少成名，精才绝艳，独创火凤神功，令暗族闻风丧胆。那时，有不少尊者明里暗里的向他表露爱意，希望与他结成道侣双修。可凤香是出了名的冷傲无情，他醉心修道，最讨厌的就是情爱之事。与废物双修，只会影响我修行的速度。男人总是麻烦。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你是愚蠢。你的资质在我之上，若潜心修炼，或许有朝一日可以突破法相巅峰，寻得长生之道。但你却把时间浪费在除魔卫道上。琐事缠身，修行之心不纯，进境便有限。尊者修行是为了探索人族的上限，在下修行是为了维护一方的太平。在下无异于长生，只求在有限的生命中，尽可能多做有益于人族之事。所以，尊者考虑的如何？是否愿意加入仙盟？共同抵御暗族。我为什么要加入？我于尘世无眷恋，念之所及，只有修道。尊者可有想过，你修行100年，为何仍无法突破法相巅峰？你知道？不见众生相，如何破法相？不行眼前事，何以窥长生？你这人倒有点意思嘛。尊者可是答应了？走吧，那我便随你去见见这众生相，行行眼前事。宗主与凤香尊者形影不离，不知是否早已结为道侣了？凤香尊者，神仙一般的人物，岂能随意亵渎？既然宗主未有道侣，那您看舍妹如何呀？道有好意，钱光心领了。钱光心中早有钟情之人。钱光君所说的钟情之人，便是凤香尊者。是。那你可有告诉他？没有。相伴多时，他从未对我流露过半分男女情爱之意。我想，他大抵是无意于我的。后来，仙盟事多，我越来越忙碌，凤香也出现的越来越少。我还是从旁人口中得知，他去了东海闭关。他竟然连离开都不曾和我说起。凤香，尊者在灵居岛过得如何？有劳宗主关心，一切都好。你既深爱凤香，为何不告诉她你的心意？难道就因为那一时之气？我从未生过她的气。我不说是因为我以为自己会死。万仙阵布阵之时，需由10名尊者各占星位，借助混沌珠之力，顶着法阵反噬，将法阵牵连为一体。而10个星位之中，有一个是死门，守着死门的人将会承受灭顶之急。我将死门留给了自己。
他对你的情谊，他那么骄傲尊贵的一个人，若不是对你有情，怎么可能一直守着你？天下人皆念你大仁大义，心怀苍生，可谁又知道他为了你蹉跎了岁月，耽误了修行。你以为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从未仔细想过这件事。大抵是因为不敢想。我怎么可能不爱凤香？但凤香曾说过，是因为我与旁人不同。 对他不爱慕、不纠缠，他才愿意与我来往。若是我将情这一字随便说出口，又与其他人有何不同？我只是害怕失去他。凤香尊者，神仙一般的人物，岂能随意亵渎？既然宗主未有道侣，那您看舍妹如何呀？哈哈，道有好意，钱光心领了。钱光心中 早有钟情之人，他听到了我违心的话，我却来不及告诉他我真正的心声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这世间的事，也许一错过，便是永远。钱光君，你守护了凤香6000年，不离不弃，我相信你一定是个重情重义之人。 若你知道过往莲子的所在，还请告诉我，让我能尽快解开雾心水之毒，救人一命。世人服下雾心水，皆为舍弃俗世情爱。他既然已经悟了，你何必强求？若是真悟了，便无需借助外力左右内心，强迫自己遗忘。他被迫忘情，与其道相冲，损身伤心。 才会有今日之危。谢雪晨，你说的究竟是谁？雾心水之毒，又是什么？我与他原本属于2个敌对阵营，因一番机缘巧合相识相知，他不顾一切地帮助我，但我还没来得及回应，谢雪晨说的这些事，他便被奸人掳走。为什么听起来这么熟悉？ 如今他命在旦夕，难道我怕他等不到长生莲成熟，莲子落地之时，他就会……玄灵，玄灵，你救长生莲子是为了我？钱光君，若他是甘愿忘情，只要他能随心无忧，我便是放手又如何？但现在他的样子你也看到了，他越是痛苦，就证明他越不愿。若不解脱，雾心水终会要了他的命的。若钱光君能告诉我莲子的下落， 我谢雪晨欠你一恩，来日必还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以何种方式，报恩就不必了。这些年开过的长生莲都被凤香摘下，只是她都忘了。还有那些被凤香留下的莲子，都被我埋在这里。多谢钱光君。长生莲的莲心子，又名众生苦。雾心草是毒，莲心子是药。世人以为断情绝爱、泯灭情欲，便是大彻大悟。然而，真正的大彻大悟，是尝尽众生苦，流尽众生泪之后，依然心怀慈悲地爱这个尘世。如此，方为悟心。 尝尽众生苦，仍能心怀慈悲，才是真正的悟性。这莲心子，你拿去吧。走了之后，不要再回来了。多谢。
每一颗莲子，便是100年的光阴。乾光君，有什么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地方？这是神的力量，谁也无法左右。你有这份心意，我心领了。乾光君可有找过司命上神？或许从他那儿可以解开这诅咒。诅咒？是啊，这冤枉与诅咒合一。我当时也曾想过去寻司命，可偌大的神境里，只有轮镜上神一人，再无其他神官。这轮镜上神，说起来也挺古怪的。他并非如他说的那样善良，或许他在说谎。他的确说过，有人在说谎。谁在说谎？他说，这个世界只是一个谎言。天就要亮了，要是能和他一起观晨光，该有多好。快将莲子服下吧。如果我吃下了莲子，还是好不了，还是不喜欢你呢。这一次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手。那我倒要看看，我对你究竟是怎么样的感情。这是我的决定。我不想再回暗域，我想活在阳光下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
穆玄灵，等我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穆玄灵，穆玄灵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谢雪晨，玄灵，你想起来了？谢雪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伤了你这么多回，是不是每一次都很疼？我都想起来了。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这些都是我该受的，就当是惩罚。不，不是惩罚，应该是什么？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。谢雪晨，谢谢你找回了我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谢谢你愿意回来，谢谢。二位有事吗？是我二人误入了七凤林，马上就要离开。尊者，我知道尊者是要去寻长生莲，但长生莲尚有许多时日方能成熟。尊者不如去七凤林东南的山洞看看。我听说山洞里虽然黑暗，一丝光亮也没有，但却生长着许多能延年益寿的奇花异草。尊者不必秉烛，相信也会在那里发现比长生莲更值得您追寻的东西。他还是去了无水之地，守那长生莲。轮镜的诅咒，真的破不了吗？我知道，你是想洞中黑暗，也许乾光君可以化形现身，但即便这样，他们也只多了一息之患，不是吗？但对乾光君来说，这多出来的一日，他们能怀着对彼此的爱意，明明白白的活着，那就胜过过去和未来的许多日了。无情未必洒脱，有情未必多苦。爱过之人，纵粉身碎骨，亦九死不悔。凤香如是，乾光君如是，我们亦如是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哪呀？你还能去哪儿啊？雍雪城守护混沌珠，我守护你。无论怎么想，你都得跟我回雍雪城。我该说你霸道呢，还是无赖呢？都随你，反正你跑不了了。谢雪晨，
你的一线牵之术还未解呢，抓这么紧干什么？该不会是怕我逃走吧？执子之手，难道只是怕你逃走吗？你不知道这一线牵是姻缘红线吗？穆姑娘，你心里不在意仙盟，不在意人族，你会帮谢雪晨，无非是想看看这无趣的世间还有什么新鲜事儿罢了。其实你心里更在意的是我，对不对？你怎会来此？看来是已经找到莲子了。颇费了一番周折，总算是找到了。玄灵如今已经恢复如初，将一切都记了起来。你不是应该在运秀山庄等我们消息吗？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察觉到留给穆姑娘的玉牌有异，应是受到了某种攻击，触发了上面的法阵。我担心出事，就赶过来了。玉牌有异，可是我并未感受到玉牌有受到攻击，可能是我不小心触碰了法阵吧，也可能是我吧。我们还是别站在这儿了，出去再说吧。公子，他似乎在逃避你。别着凉了。我突然想起第一次跟你回雍雪城的日，那时候你带我回来，是想监视我，对吧？嗯。如果仙盟那帮人知道了怎么办？知道什么？仙盟盟主爱上了狡猾的暗域圣女，这可是件大事儿啊！还是说，你打算直接跟他们说我就是混沌珠啊？你混沌珠的身份还是瞒着为好，否则一切争夺刀剑，便都会指向你。那你打算怎么跟雍雪晨介绍我呢？果然，我们的关系一旦被仙盟的人知道，还是会让他感到为难吧。其实我们瞒着他们，偷偷摸摸的也挺好的。那种随时可能会被发现的感觉，比直接公之于众要更刺激。真不知道你这小脑袋瓜里，每天都在想什么呀？想……你看了心里不舒服，又何必非要跟着来？眼不见为净，岂不是更好？谁说我心里不舒服？结局已定，天命不可改，乾光凤香改不得，他们也改不了。城主，南庄主。穆玄灵，你怎么在此？他抓我回来赎罪的。赎罪？他不是被我抓回来的，
是我让他跟我一起回家。城主，你们不会真的……此事说来话长，雍雪城风大雪急，我们就不要在这说话了。走吧。不是，哎，睡了一路船舱，还是这床舒服。这么久了，还替我留着呢。也不知道谢雪晨有没有偷看。你怎么来了？过来坐吧。各派听说雪晨要回来，已经派人来等着。雪晨要和他们讲寻珠结果，怎么样？要不要一起去听听？寻珠结果？不去。我可受不了苍长老那心碎的眼神，我就不去刺激他了。好吧，那我便在这儿陪着你。像当初一样，两个局外人，抱团取暖。我能给你你想要的，包括那一点点喜欢。或许我们能成为更亲密的朋友。南旭，我当时是因为无心水。玩笑而已。你不介意？介意什么？介意你们在一起？如果说完全不介意，那肯定是骗你的。你既已知道，为什么还愿意跟我们一起回雍雪城？虽然你的选择让我有些不甘心，但你开心便够了。你当真不想去听听？不去。那既然你不想去，我也就不去凑热闹了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这块玉牌，我一直想找机会还给你。为什么？我心里只有谢雪晨，未来也不会再有其他人，所以，我不能再接受你的好意，以免日后还不起。本也没想让你归还，反而倒希望你可以欠着我这么一点点人情。他日也可以偶尔想起我这个朋友。也是，只是朋友的话，碰一下都不可以。收着吧，只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关系。
有真心和是真心可不是一回事。情丝朵朵，千山经过我心默默。听随我缘尽世间的花火。公子，你觉得他完全信你了吗？如他所言，这10年暗狱让他不会再轻信任何一个人。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，他也比任何人都明白一个道理：多树立一个敌人，对谁都没好处，不如就维持现状。哪怕如今这现状已经摇摇欲坠了。这混沌珠是真的寻不到了吗？混沌珠之事，我既已答应，便会负责到底，请长老放心。好。那穆玄灵呢？雪晨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我也看着你从年少轻狂变成现在的沉着稳重，也看着你为自己曾经的过失付出代价，在问血崖自囚7年。其实，我也很希望你能觅得一个始终陪你的道侣，让你不再一个人孑然前行。但越是难以动情的人，动情后便越是会用情至深，难以自拔。最终，心里的执念会变成心魔，让你的道心再次动摇。可我已经不想再逃避感情了，因为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想要守护一个人的愿望，能够让我的道心更加强大、坚定。您放心吧，我不会再犯当年的错了。即便是这样，那人也应该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，而不该像穆玄灵那样狡猾善变。你这样，我如何放心？如何面对道成师兄？他已经脱离了暗狱，绝不会再危害仙盟了。傻孩子，我并非担心他会危害仙盟，我担心他伤害你。希望你真的清楚，自己爱上的是什么样的人，而不是被他的骗术一时蒙蔽，最终落得自己伤心、失望。苍长老，我知道您今日说的这番话都是为我着想，但是我想，我没有一刻比现在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相信他对我的感情，也相信自己对他的判断。看来是我多虑了，但愿穆玄灵不要辜负你的一片真心。看来来听一堂，还是有收获的嘛。穆玄灵，你这是？当初在雍雪城，我中了炎咒那一日，就是在这里醒过来。我当时就觉得你这屋子里太冷清了，于是就变了很多花，想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后来我就被桑奇拉入了幻境，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还要被逼着杀你。我一时气急，就把这屋子里的花都变没了。这次都回来了，我就想着总要给你看一眼。我记得那日
我给你带了很多的点心回来，却发现你已经走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气我回来太晚，没想到那时候你承受了这么多。以后不会了。其实我说这些也不是想让你心疼我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我就不会再让你的日子过得这么冷冷清清的。但是你也要做好准备，因为这屋子里可能随时都会出现这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东西。以后这屋子的一切都交给你管，是吗？嗯。那屋子里的你呢？也随你。你如今倒是好说话，想当初我碰你一下，你都对我喊打喊杀的，还说什么近墨者黑。现在自然不同，现在是近朱者赤。那我这颗珠子还需要跟着苍长老学习吗？你要是真的担心，直接我来教你。别，我这人呢就喜欢知其不可而为之。苍老头越不喜欢我，我就偏要让他喜欢我。也是，你待人待事，倒一直喜欢强求。强扭的瓜才甜嘛。歪理。不信？那你这颗瓜今天就让我啃一口，我看看甜不甜。我今晚很忙。忙什么？忙公务。所以大好的时光，你要用来忙公务吗？要不然，你先回去睡吧。或者，在这里睡。好。那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谢雪琛，你的床太大了，我一个人睡，好害怕呀。谢雪琛，我没有想到我穆玄灵有一天也会陪人干这么无聊的事情。无聊吗？那你为什么这么开心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还能这么开心。究竟什么是情？情是欲念，还是动力？日月盈昃，宇宙洪荒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多年未见公子动怒了。我又梦到他了，我可以看清他的样子，却始终看不清那是何处。公子已经寻了那梦中之地很多年，还要找下去吗？事情不再掌控的感觉，真是令人不悦。
风瑶，你留守在此，别让任何人发现我离开。是。今夜我不想杀人，不想死，退。南庄主，听南庄主的语气，好像今天心情不太好。正巧，我这边到了一些新。却比世间任何人都更明白。南庄主的能力，我自然不会怀疑。但既然要合作，我总得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。一个我寻遍暗域。人界都未曾找到过的地方，我在想，或许他在天界呢。哎呀，大晚上的不睡觉，把我们拉到这儿干嘛呀？难道你们没有觉得，自从桑奇修炼了玉阙功之后，整个暗域魔气大动，就连这荣渊也变得不同以往？你是说？下面那位，难道说，堕神他要醒了？若是他已经醒了呢？谢雪晨，谢雪晨，谢雪晨，谢雪晨。薛雪晨，薛雪晨，谢雪晨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。公子，事情谈得可还顺利？事若成，便顺利；若不成呢？
那便举师为敌。燕修士，我来通知南庄主，城主出事了。不是伤，也不是病，从脉象上来看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没有问题，才是最大的问题。谢雪晨，你醒了。我怎么了？你方才昏迷了1个时辰。1个时辰。方才我似乎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。是谁？不知道。这病症听起来更像是神魂入侵。神魂入侵。你可还记得，我曾经被暗族附身过？你的意思是，方才有暗族与你产生了连结？我不确定，但是不知为何，我似乎对那个声音非常熟悉。熟。阁主，灵族战士已在各派外集结，只待万千正开，便可与暗族联手，一举覆灭仙盟。接下来的事，由我去做便好。你去做你的正义之事吧。该铺的路，我已经替你铺好了。谢阁主。你还在想昨晚的事儿啊？还是说，你在想大哥哥的事儿？是你在想大哥哥的事儿吧？想了，但我只想了一件事儿。你是你，大哥哥是大哥哥，而我现在满心满眼的人，也只有你。城主，有线报传来。城主先前吩咐我，要派弟子暗中监察各派，以防朽仙阁有动作。后来渐渐发现，灵居岛主和宪我，从来都不在岛中。正值多事之秋，他会去哪里呢？雪晨，谢晨，雪晨，谢晨，雪晨，谢晨。谢晨，雪晨，谢晨，没事吧？你这么盯着我干什么？雪灵，哎，雪灵。雪灵，我不会再让你有任何危险，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谢雪晨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究竟发生什么事啊？
何宪我就是修仙阁阁主，他要去暗域破开万仙阵。什么？你如何得知？来不及解释了，我必须马上传送过去。南虚月何在？我该叫你何岛主，还是修仙阁阁主？若我记得没错，你只见过我这张脸一次，是我哪里漏了破绽？亦或是谁告诉你的？放开我！说了，让你等他回来。他到了。他一个人在那边，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？雪晨意志坚定，你不去，他少一份担心，少一份危险。所以谢雪晨到底是怎么知道何宪我是修仙阁主，又是怎么知道何宪我去往暗域？你气脉沉稳，绝非青年之岁。世间修道者虽多，除却易容术，能幻形化皮的就只有你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问你的你不答，却又想从我这里探问。无妨，不管你答不答，今日我都不杀了你。正巧，我也正有此意。短短时间，谢城主竟功力大涨，令人刮目相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谢雪晨虽强，却不该这么强。为何在他身上看到了孤注一掷的气势？再给我1天时间，1天就好。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明明可以改变呢？你们了解他，不觉得他刚刚的样子怪怪的吗？你何出此言？就是他以前也会像那样吗？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说一些莫名的话。师兄偶尔也会真情流露，这没什么可奇怪吧？是吗？我的直觉一向很准，到底是哪里不对劲？谢雪晨今日很奇怪，他没有卜算之能，按理来说，不可能知道何宪我的行踪。或许与昨晚的异状有关。不过，公子不怕何宪我将你的事情告诉谢雪晨吗？知道便知道了，迟早的事。装久了也会累。若将这一切都揭开，倒也是件新鲜事。你曾让我等你回来，可那日我却没有等到你。这次啊，要换你等我了。这可真不像你啊！灵犀，我很快就会来找你了。这一次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你当真不想复仇了？没想到堂堂暗域之主，如今竟像丢了魂魄般，守着一具尸体颓废度日。你如今跟他说再多话，他也听不到了。灵犀啊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别担心，
我很快让他离开。你吵到宁熙了，是自己滚，还是本尊送你一程？素宁熙已经死了，死得彻彻底底。无论你如今再如何自欺欺人，他都不会活过来了。你的话很不礼貌。你会被我所说的话激怒，说明你也承认我说的是事实，所以你该恨的不是我，而是害死他的人。那些人已经死了，并非如此。你自小受尽人族欺凌，明明早该恨透了人族，当初却为了他，放弃了向人族复仇。然而到头来，人族却害死了他。正是当初放弃复仇的决定，造成了今日的悲剧。你真的甘心吗？宁熙不希望我活在仇恨之中。那么放下仇恨的结果又是什么呢？是你永失所爱，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在这里黯然神伤。而仙盟和人族非但没有反省自己犯下的错误，反倒以胜利者的姿态嘲笑着你的失败。多么令人唏嘘的对比啊！我想，若是素宁熙知道，应该也会替你感到不值吧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觉得他还会喜欢你吗？你来这里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废话吗？我来这儿，是替你感到不平。那些你原谅过的人，却并未选择原谅你。你失去了心头所爱，那他们又凭什么继续活着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会替你打开万仙阵，让人族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。只是作为交换，我希望你告诉我混沌珠的下落。不能再等了，若万仙阵开，人族必遭劫难。我得去传信仙盟各派，让他们早做准备。南庄主，我与童儿有紧要事得办，烦请照看一下穆玄灵，千万不可让他妄动。有劳。我想你了解我，我是一定会妄动的。谢雪辰在两界山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。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，就因为他在，就因为他在。好。按照我的手势，你便可传送。南虚月，多谢。
叶晨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记得了？难道我又被暗族附身了？考虑好了吗？只要你告诉我混沌珠的。 行了，我该去想我的计划。桑启，你我毕竟同盟一场，你死后，我想我会怀念你的。这个何宪我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为何会知道开解万仙阵的方法？当年凤香与乾光建立万仙阵时，他就在一旁窥探，因此他窥得了建立万仙阵的步骤和法门。这怎么可能？建万仙阵是6000年前的事了。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。 是万仙阵结界破损，我需速去修补。若万仙阵真的打开，仙盟能应付得了吗？镜花宫与玄天门在之前的战斗当中元气大伤，如今群龙无首，自是无力应对。听说碧霄宫仅内门子弟便有5000之多，外门修士更是过万，想必他们尚可一战。碧霄宫。 他们只会顾全自己，这一次大抵不会全力对敌，又如何指望得上？灵居岛本身就是嫡系，如此说来，能背水一战的岂不是只有雍雪城？面对灵族和暗族的联手进攻，即便是雍雪城，到最后也会是强弩之末。这一战，仙盟凶多吉少。那公子为何还有闲情在这里画画？ 我也是在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。此次万仙阵，并非外部破裂，4世结界被打开了。若裂隙不断增多，被暗族发现，他们定会不顾一切代价，倾巢而出。仅凭你我2人之力。 恐怕难以阻挡这浪潮之势。我进暗域一趟，就算不能阻止桑启，也能为修补结界争取一点时间。
你已判处暗狱，他们是不会对你留手的。这么多年，桑吉从未真正想置我于死地。经过苏宁熙一事，我更知道他并非无情无义之人。谢雪晨，这人间我陪你守护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万事小心。我补完万仙阵便去找你。嗯。师父，师父，何幸我破了万仙阵结界，暗足异动，让他们停下吧。事到如今，他们不会听我的了。他们只尊强者，一向如此。雾心水终究是结了。你同我一样，如飞蛾扑火般，将自己的心交给了人族。但你比我幸运些，与我也终究不同。告诉我，为什么要回来？就不怕我杀了你？又或者，将你的身份告知他人？因为我在赌，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能感受到亲情的存在。我赌，你对我也是如此。我赌你不会真的害我，我赌你会愿意帮我。能听到你说这番话，可师父，你已经回不了头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为师一生崎岖，即将走到尽头，但你还有选择的机会。师父，祝愿你前方的路一路坦途。耳朵呢？你醒了，口渴吗？喝点水吧。你饿了吧？吃鱼吗？
干什么？我想要干什么？你我在林中偶遇，是你把我抓过来的，你忘了？我是镜华宫弟子素宁熙，你把我抓来，不就是想让我帮你疗伤吗？我是灵族，你为何不杀我？我是通风报信。我为什么要杀你？你好奇怪。你的伤口在渗血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你伤得太重了，今日我已经力竭，得休息一晚才能恢复。原来只是睡着了。没想到你救下这只兔子，就是为了吃它。好香啊！兔子这么可爱，果然很好吃。你不觉得残忍吗？可我也得活着呀。为了活着，就可以吃别的生灵。若是我为了活着要吃了你呢？那你最好动手快一点，我怕疼。还有呢？还有啊，多撒点孜然，比较香。我怀疑你不是人。我还怀疑你不是狼人呢。我说我要吃了你，你就不害怕吗？不恨吗？你也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。不，我是灵族中的半妖，我生来有罪，我邪恶。我嗜血，我残忍，我冷酷。天道之下，各族各类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草木为了生长，会破开岩石土壤；兔子为了生长，便需吃草木；兽类吃肉，人亦吃兽。然而，纵然是世间最强大的生命，也终有一死，埋于地下，成为草木生长的养分。万物生来自有意义，天道无关善恶，无关强弱。而半妖的存在，是天道赋予的意义。对生命的轻视，非天之道，是俗世之道。我们人族为了活下去，也需要吃掉许许多多的生命。被我吃掉的这只兔子，和被你吃掉的我是一样的。但我会尊重每一个被我吃掉的生命，哪怕它做的再难吃，也不能浪费，不能辜负每一个生命的付出。所以，虽然害怕被你吃掉，但我也不会恨你。或许，这就是我遇见你的意义吧。
桑琪，遇见你我真的很开心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其实你很温柔。这里是我们曾经相约一起离开的地方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还是很美，对不对？这把剑是我们相爱的见证，也是我们误会的见证。那些快乐、悲伤、痛苦、怨恨，时至今日，也该放下了。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杀戮，但我终究不是个好人。因这一腔怨愤，这些年做了不少错事，等我再见到你，再求你原谅。都是我的错。若我当初能信你，我们就不会分开，你也不会受那么多的苦。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。牵朵陪你那一天，你我那一个人一双梦，再别无所恋，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
我最喜欢你了。师父，我们半妖生来被人嫌恶，没有生辰，没有姓名。我被遗弃于歧路的扶桑树下，故自名桑契。你是逢魔时刻的玄灵花，便叫木玄灵吧。今日收你为徒，从今往后，暗域便是你的容身之处。灵儿，10年前在明月山庄，我之所以会注意到你，是因为我在你的身上看到的是我自己。若是我和宁熙有一个孩子的话，应该也如你这般吧。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，还有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。谢城主，玄天门收到苍长老传信，特赶来治你。万仙阵即将彻底破开，已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，暗族生生不灭。若被他们冲出万仙阵，必将斩杀不尽。如今之计，唯有冰封虚空海，方能从根源上阻止暗族复生。封印虚空海并非易事，需要消耗巨大的灵力才有一线机会。若尽我毕生灵力，便可一搏。有劳尊者继续用炎咒控制结界。我这边进暗域，封印虚空海。城主小心！灵族已经攻入城中，将所有的灵奴处死，一个活口也不要留。公主说了，把他们关进地牢，严加看管就可以了。若他们勾结灵族暴动，我们都得死。动手！谁？你是谁？你们自由了，只不过，你们想要这来之不易的自由，再也不会消失，还需要大家帮我一个小忙。我带来的灵族将士们已经冲进城中，只要诸位愿意跟我联手，我们便可里应外合，彻底摧毁碧霄宫。玄灵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看来你我心意相通，赶来此地都是同一目的。若我没有来此处，你是不是又打算不顾自身，耗尽灵力封印虚空海？如今万仙阵将破，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暗族。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。师父死了，但他将灵丹留给了我，他的灵丹凝聚了虚空海万千魔气，又有玉阙宫加持，说不定可以暂时封印虚空海。若用玉阙宫净化桑契灵丹，将魔气化为灵力，便可封印虚空海。万仙阵受损，天赐良机呀！不如先踏平人族，再来争这霸主之位。暗族众将士听令，出发！看来暗族已经发现万仙阵破损，结界恐怕撑不了多久。开始吧。
王，夺取人间！静心，除念，守住结界。 我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捞着，还天天受委屈。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这笔交易我可就亏大了。1条命值钱还是2条命值钱，这笔账都不会算。有些账可不是这么算的。小心！早知道就不该醉心于生意了，该好好修炼。不过是一场交易，那么认真做什么？如果不只是交易呢？傻瓜！爹娘。 生儿，搀好你娘。此次灵族来势汹汹，非比寻常，一定是出事了。我这就去传信各派，问问看到底怎么了。可惜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江离。勾结暗族，戕害同类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傅元廷，仙盟设立剑灵司，肆意戕害灵族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抱不平？修仙阁只是在修正这个世道的错误，而你们都是错误的一环。剑灵司是为了限制那些危害人族的灵族而设立的。碧霄宫被选为秩序的维持者，历代掌管着剑灵司。 虽说限制了灵族的少许自由，可也维护了这么多年来人族与灵族的相安无事，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好事。看来段长老并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。那我倒想问问，人族歧视灵族，肆意的杀戮、镇压，难道就是说，人族天生比灵族高贵吗？碧霄宫如此。 净华宫如此，仙盟亦是如此。表面光鲜亮丽，实则内里早已烂透了。如果不彻底毁掉，灵族何来未来之说？江离，我们可以谈谈。你待阿宝不错，我不想杀你。让！
究竟发生什么了？你们到底在瞒什么？夫人，都事到如今了，还有什么可隐瞒的？也许你一开始就错了，他应该知道真相。当年，碧霄宫大厦将起，那个日夜研制新法器，撑起整个宫门的不是傅承周，而是傅渊庭，也是他和我的宗门联姻，才挽救了碧霄宫。所以你祖父便指定他为继承人，你父亲便心生不忿，要杀弟夺位，才被你祖父所反杀。这个傻子，为了保全你祖父和父亲的名声，瞒下了真相，甘愿让世人非议他、误会他，值得吗？事发之时，你还年幼，你母亲也不知真相，只是连夜带你出逃，却从此了无音讯。可苍离，你知道为何傅家的家谱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吗？那是因为你的叔父想保护你，他要使你免于敌人的利用，免于仇恨的纷争，才将一切全都抹了去。可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在等你回家，你可明白？傅渊庭是你的叔父，不是你的仇敌，你可明白？现在你再告诉我这些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告诉你，如今我所做的事，并不是因为家恨，而是仙盟必须亡。你不许伤害他们！和人族待久了，你也愿意帮着他。也罢，将来你会明白爹爹的苦心。要杀要剐，全都冲我来，此事与他们无关。你不要伤害他们。爹娘，阿宝，阿宝。怎么回事？有人打开了密道自毁的阵法，如何逃生？阵法一旦开启，便无人可逃出升天。江离还在里面呢，他帮了我们这么多，咱们恩将仇报是不是不太好？江离身为人族，不会真正代表灵族的利益，他迟早会背叛我们的，不如早日铲除后患，让他和碧霄宫的人一起死。他们撑不了几时，此处炎昼结界最为薄弱，我们合力撕开它。哼，很好，待我们冲出结界，便从玄天门杀起。师兄，万仙阵结界几乎一毁，仅靠炎昼支撑，终会灵力耗尽。炎昼结界一破，便再也拦不住暗族了。莫想成败，守到最后一刻。是。结界已破，杀出去！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昏暗中来书写漫天风雪，这风中的红泪，一线划破日月。快跑！血逐渐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烈火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
下一阵雨，微笑中不顾一切。这一场轮回下，冷静着，一束花开遍。不知是否有暗族从两界山逃出？玄星他们还在万仙镇，我们去与他们会合。嗯。怎么了？暗语有些不太对劲。酷人。你终于来了，阿朱。阿朱，是你吗，大哥哥？不对，你不是大哥哥，你是谁？你忘了我，却又爱上我的一部分。这世间的事总是如此之巧，引人发笑。什么意思？当年我捡到你之时，你因补天而失去了全部的力量，甚至不能化为人形。日复一日，我以血魄灵力将你滋养，你借我之力复原，却在关键时刻背叛我，亲手将我送到了这里。